2023年11月28日，投资界的巨擘，巴菲特的黄金搭档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以99岁高龄仙逝。就在他离世前不久，一些访谈和言论被许多人解读为芒格的最后警告。他似乎预见到了未来10年，一个巨大陷阱正悄悄逼近，专坑普通人。你的财富、人生轨迹都可能被他改写。这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如何看穿、巧妙避开，甚至从中找到财富跃迁的逆袭之路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致富心语。今天我们就循着芒格智慧的足迹，深入探讨他那多元思维模型带给我们的终极启示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投资的探讨，更是一次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，做出正确决策的头脑风暴。朋友们，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：这个时代我们缺信息吗？不缺。智能手机一开，各种资讯、观点、暴富神话、焦虑贩卖如同潮水般涌来。但芒格这位阅尽100年沧桑的智者，恰恰在这样的信息爆炸时代看到了最大的危机——单一叙事与认知简化的陷阱。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容易被那些简单粗暴、非黑即白的结论所吸引？比如某技术必然暴富，某行业注定没前途，某方法能躺赢人生。这些论调，因为它们足够简单、直接，甚至带点煽动性，所以传播的特别快、特别广。人们渴望确定性，尤其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而单一叙事恰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。它给我们一个看似清晰的标准答案。芒格生前多次警告过意识形态的极端化，他认为一旦你陷入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，你就等于把自己的大脑交了出去，停止了独立思考。这种陷阱在未来10年会更加普遍，因为算法会不断给你推送你喜欢看、认同的观点，让你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越陷越深，以为自己掌握了全世界的真理。与单一叙事相伴相生的就是认知简化。世界是复杂的，很多问题盘根错节，但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偷懒，倾向于用最省力的方式去理解事物。于是我们很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、标签化。举个例子，看到一个人投资成功了，可能简单归因为他运气好，或者他有内幕消息，而忽略了背后可能长达数年的行业研究、风险控制和逆人性操作。看到一个新科技概念火了，就觉得它无所不能，却不去深究其技术壁垒、商业模式、落地难度。芒格曾说，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，你看什么都像钉子。这就是认知简化的恶果。在未来10年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。如果我们只用一把锤子去应对，必然会错失良机，甚至撞得头破血流。这个单一叙事与认知简化的陷阱，具体会如何体现呢？在投资领域，这种思维导致追风口式的盲目跟风。今天元宇宙火了，买元宇宙；明天 AI 火了，买 AI；后天量子计算火了，再追量子计算。结果呢，往往成了高位接盘的韭菜，在职业发展上固守经验，拒绝学习，认为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一直适用，对新知识、新技能不屑一顾，或者盲目相信某个成功学大师的单一路径，试图复制别人的人生，结果发现根本行不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信息茧房让偏见日益固化，只听自己想听的，对不同的声音充满敌意，认知越来越狭隘，最终与快速发展的社会脱节。芒格看到的就是这种由思维的懒惰和狭隘所构建的无形牢笼，它会让我们在未来10年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时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踏入一个又一个的坑。这可能就是他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警告。那么，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认知陷阱，芒格给我们开出了什么药方呢？答案就是他一生推崇并践行的多元思维模型。芒格认为，你不能只靠一个学科的知识来理解世界，你需要学习各个重要学科的核心概念，比如历史学、心理学、生理学、数学、工程学、经济学等等，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，
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框架。当遇到问题时，你就能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去审视它，得出一个更全面、更接近真相的判断。他打过一个比方，你必须拥有多元思维模型，因为如果你只能使用一两个，那么人性的本质决定了你会扭曲现实，直到它符合你的思维模型，或者至少到你认为它符合你的模型为止。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。我们来举几个例子。芒格深受心理学影响，他总结了25种人类误判心理学，比如避免怀疑倾向，人们倾向于尽快消除怀疑，做出决定，哪怕这个决定是草率的。在投资中，这就可能导致你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就急于买入，或者市场一波动就急于卖出。再比如社会认同倾向，也就是从众心理，看到别人都在抢购某只股票，你也跟着买，生怕错过。芒格说，随大流只会让你往平均值靠近。如果你脑中有了这些心理学模型，你就能在投资决策时多一重警惕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的决定是不是受到了某种心理偏误的影响？这就像给自己装上了一个反欺诈系统。在工程学里，一个桥梁设计师会考虑冗余备份和断裂点分析，不仅要评估桥梁在正常情况下的承重，还要模拟地震、洪水等极端情况。芒格把这种思维用在分析企业上，他会看一家公司的护城河够不够宽深，能不能抵御竞争对手的攻击，它的商业模式有没有致命的断裂点，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，会不会全盘崩溃。比如当年投资可口可乐，芒格看到的不仅仅是它的品牌，更是它在全球建立的强大分销系统，以及消费者对其口味的极高忠诚度。这种多角度的审视远比只看财务报表要深刻得多。再来看生物进化论的适者生存法则，在商业世界同样如此。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，企业也需要不断进化才能生存下来。有的企业可能曾经辉煌，但如果不能适应新的技术、新的消费趋势，就会像恐龙一样被淘汰。而那些能够不断学习、不断创新，甚至能够自我颠覆的企业，才能像进化成功的物种一样持续繁荣。用这个模型去看待那些所谓风口上的猪，你就会思考，他们是真的进化出了翅膀，还是仅仅因为站在了风口？风停了之后，他们还能飞吗？看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对多元思维模型有了一点感觉？它就像一个工具箱，里面装满了来自不同学科的锤子、扳手、螺丝刀、显微镜、望远镜。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，你不再是只有一把锤子，而是可以根据问题的特性，选用最合适的工具，从不同层面、不同角度去解构它、分析它。理论我们知道了，芒格的警告和药方我们也明白了。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普通人没有芒格那样的天才头脑和传奇经历，如何才能构建并运用自己的多元思维模型，避开陷阱，甚至实现财富跃迁呢？芒格告诉我们，这并非遥不可及，关键在于持续学习和刻意练习。首先，广泛阅读，打下基础，这是构建多元思维模型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芒格本人就是个行走的图书馆，他曾说，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，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阅读的，没有一个都没有。读什么呢？不要只读你专业领域或感兴趣的书，要去读历史、传记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哲学，甚至是一些优秀的小说。目标不是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，而是要掌握那些最核心、最普世的大道理。比如读历史，你能学到周期循环和人性不变；读心理学，你能理解认知偏差和激励机制；读经济学，你能明白机会成本和供需关系。这些都是跨领域通用的智慧。为自己制定阅读计划，每周至少读一本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，做好读书笔记，提炼核心观点。其次，光读书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把学到的知识点连接起来，形成你自己的思维模型框架。怎么做呢？芒格的方法是检查清单法。当你遇到一个重要问题，比如一笔投资决策、一个职业选择时，不要凭感觉，而是拿出你的思维模型检查清单，逐条对照。从数学角度看，概率和期望值是多少；从心理学角度看，
我是否受到了某种偏见的影响？对方是否利用了某些心理弱点？从经济学角度看，机会成本是什么？激励机制是否合理？从历史角度看，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吗？结果如何？这个过程就像医生看病会通过一系列检查来确诊一样，它能帮助你更系统、更全面地思考问题，避免遗漏关键点，开始整理你从不同学科中学到的核心概念，制作成你自己的思维模型检查清单。在做重要决策时，尝试用这个清单去分析。与此同时，持续迭代，终身学习。世界在变，知识也在更新。构建多元思维模型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它是一个持续迭代、终身学习的过程。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，拥抱变化，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无知，而是要把无知作为学习的动力。巴菲特和芒格到了90多岁高龄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，每天花大量时间阅读和思考，关注不同领域的前沿动态，尝试学习一项新技能，或者深入研究一个你之前不了解的学科，把学习变成一种生活习惯。此外，逆向思维也至关重要。芒格常说，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哪里，这样就永远不去那儿了。很多时候想要成功很难，但想要避免失败相对容易。在做决策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如果这件事搞砸了，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？有哪些坑是我绝对不能踩的？通过识别和规避那些常见的致命的错误，你成功的概率自然就提高了。在你的检查清单里加入一个负面清单或者愚蠢清单，列出那些你必须避免的错误。最后要坚守能力圈，即使你拥有了多元思维模型，也不代表你无所不能。芒格和巴菲特都强调，能力圈的重要性只在你真正理解的领域下注。对于看不懂的东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碰。市场充满了噪音和诱惑，但真正的机会是稀缺的。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，等待那个落在你能力圈内的赔率又足够好的好球。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能力圈边界，在能力圈内精耕细作，对能力圈外保持敬畏和学习的态度。朋友们，构建多元思维模型，实现财富跃迁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长期的积累、刻苦的思考以及日复一日的践行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苦，但正如芒格所说，如果你想获得你要的东西，那就让自己配得上它。信任、成功和钦佩都是靠努力获得的。当我们谈论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，谈论避开陷阱，实现财富跃迁时，我们最终会发现，芒格留给我们的启示远远超越了金钱的范畴。首先，芒格一生都在强调理性的重要性，他认为理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。通过多元思维模型，我们可以克服情绪的干扰，减少认知偏差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这不仅适用于投资，也适用于我们工作、生活、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。一个更理性的人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，而这种对理性的不懈追求，自然会引导我们走向持续的学习。奇妙的是，学习的越多，你越会发现自己的无知。多元思维模型能让你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面性，从而对自己的判断保持一份警惕和谦逊。你会明白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更优的解释。这种认知上的谦逊，能让你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持续学习和进步。当视野因多元学习而开阔，认知因谦逊而深化，我们便不难理解芒格为何同样将高尚的品格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。芒格不仅是商业奇才，更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智者。他强调诚实、正直、履行责任。他认为良好的品格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。多元思维能帮助你看清事物的本质，包括人性的本质。你会明白，短期的投机取巧或许能得利一时，但长期的成功必然建立在诚信和价值创造的基础之上。这份对品格的坚守，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更为丰满的人生观。正如芒格曾深刻指出的，生活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，我们还要学会如何生活，如何去爱，如何去学习，如何去给予。多元思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理解这个世界。它能让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，不迷失方向，找到内心的平静和真正的幸福。因此，当我们回望芒格的最后警告，
便会洞悉其更深邃的用意。表面上看是在警示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认知陷阱，深层次里它是在呼唤我们回归理性，拥抱多元，成为一个更清醒、更独立、更完整的人。这或许才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扎里芒格的智慧之旅就先聊到这里。未来10年，挑战与机遇并存，最大的陷阱往往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源于我们思维的局限。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就像一座灯塔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。愿我们都能通过不懈的努力，配得上我们渴望的智慧和财富。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致富心语频道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